我们2018年成立这个 CSR 小组，最主要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部分是希望提醒同仁对于 CSR 这个议题，我们必须要非常重视。第二个部分是希望所有单位的都知道，我们面对 CSR 议题的时候有哪些关联，有哪些串接。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有对我们信邦对于在 CSR 的议题上有没有好好在关注这件事情。可是那时候公司还没有这样的专职的单位要做这件事。可是呢，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非常神奇的，有一群年轻人主动的来发起，觉得我们信邦应该好好来认真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成立了一个 CSR 小组，我觉得是我们信邦推展 CSR， 我觉得蛮重要的第一步。管理部这边之前有举办过净坛，那时候是由印花乐，然后跟 Rethink 一起合作举办的一个净坛活动。我们在苗栗跟台北都有就是整个公司的同仁到野柳那附近的海滩，然后去进行净坛。我在之前就是有去台东就是做志工的经验，因缘机会之下，就是我有认识了一些就是很喜欢这方面跟关注这一方面议题的人，所以才知道了 W 春池这个计划，他们想要就是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循环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有接触了 CSR， 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要怎么样去跟 CSR 结合。那也因为认识了春池，然后所以我们在30周年的活动，我们就也跟春池玻璃我们合作了一个30周年的纪念碑，让更多人不只是员工，还有让我们的股东或是客户知道，就是我们信邦对于 CSR 这个理念的坚持。其实信邦早就已经有开始在做了，那只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出来。那所以也透过同仁之间互相协助，还有顾问的指导，再去做一个串接，会开始更有方向的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当时收到那份 CSR 的时候是在2019年底，我们在这个公司介绍上面的那一趴内容我是很了解。但是如果说真正到一些非常具体内容的话呢，我其实还是需要能够把所有的同事拉起来，一起来看这个问卷。所以当时就邀请了所有的同事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的把它当做一种精神上的或者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会居多一点，但是这几年感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它会结合到我们企业实际的一些经营的一些状况，越来越明细的从法律法规、企业经营各方面的要求来说，更加明确了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怎么样让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共存的一条路径。企业其实不得不去思考说，取之于社会而用之于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从我业务的角度来讲，其实近几年来，也因为永续发展、ESG、CSR 等等的一些议题，其实客户也是非常的关注。那比较直观的是说，客户对于在评选供应商，其实他也会把所谓 CSR 列入要求的项目。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这也可以算是客户服务的一环。CSR 的每一个面向、每一个议题，其实都在我们的经营范围里面。只要在自己的脚下所负责的那个工作里头，能够想办法优化它，想办法多思考，从永续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就会慢慢达到我们要的那个目标。其实并不是一个额外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信邦对于企业，我所体认到我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那我们信邦人需要怎么样去做，然后才能够呈现一个良好，例如说提供一个正确的一个财报，让投资人可以很正确的去下一个投资判断。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对于员工上，我应该要做到的一个保障，还有福利，还有就是确保员工在这里是可以安心的任职。很多的面向都是来自于就是公司自己它最终可能要呈现出来，像在财务面向的话，它就是要提供一份财务报表，然后让就是投资人或者是其他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更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些财务上面的表现。那财务报表的来源其实就来自于每一个单位跟每一个组织，最终会归结到财务报表的一个成绩的表现。不管是可能大家会使用到的这个费用啊、询比溢价啊，对，其实它种种的这些管理面向都会呈现在财务数据上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不是那么财务面向，就是像资产保全跟资产管理，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要定期做固定资产的盘点，其实也是这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要确保是我们在购买资产的时候，这个资产的使用是利益最大化的，然后使用最大化，避免造成就是资产上面的不当管理跟损失浪费。我们树立了一个所谓的定值计划，这个人才永续的一个培育的一个方案。所以这里的话，信邦就需要大量的去布下这些种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校园，信邦必须跟校园有更多的接轨。其实过去信邦大概约在5年前，我们就做了一些实习计划，而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有把握。我们怎么样透过跟校园的一个实习计划，在校园的每年的招募，在校园的一个产学的合作、奖学金的给予，我们能够把信邦的一个雇主品牌深耕在各大的校园里面。去年我们信邦推了一个超新星的计划，我们在集团台湾以及海外，我们雇佣了将近60位从学校出来的一个新鲜人，我们都是锁定在无经验的但是高潜质的能力。透过一个3个月、6个月分别的一个培训及考核的过程，我们让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这些种子能够在信邦这样的一个舞台能够扎根，然后能够发光。过去信邦的成功来自很多大家的努力，但未来的信邦的成功呢？来自信邦能够源源不绝地引进更多新的世代，新的世代的新生对信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以及能够有一些更积极的作为来回应，这会是信邦一个管理的优化的一个关键。循环经济的概念应用在信邦产品的开发上，其实就是要思考从源头做起，如何让今日的产品成为明日的资源。在设计开发上，原则上都是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要满足 CSR 的部分，会有几个元素可以去执行，像是说，我们可以从零件材料的部分去寻求绿色技术的供应链，然后取得一些高性能、低能耗的材料。那再从 PCB 的设计上，我们可以琢磨在体积小，让设计部分尽量精简。达到一些制造生产的时候，它的组装复杂度是不用那么多人力需求。再来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我们产品的包材档的选择上面，已经都是用再生材料，那也尽量达到能够减塑，包括它的印刷上面都是采用那种环保的印刷材质。那我们谈到这整个的制造面来看的话，信邦近几年是很强力在推行就是工厂端的一些智能化跟自动化，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减少一些工时，进而能够达到我们在生产制造的一个减碳的动作。随着在与客户对于 ESG 这方面的互动越来越多以后呢，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对于 ESG 的领域的涉足和发展，其实对于信邦完善自身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对信邦形成自己的一个永续经营的方面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从这一开始呢，我们也开拓了很多我们自己 ESG 的一套发展的方法和思路。比如说，我们结合了我们供应链的伙伴一起，从短期和中期和长期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划。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首先要与我们的合作伙伴达成一些共识，比如说从材料选型啊，包括其他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新材料的开发上面。那这个部分呢，首先我们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绿色环保或者说可持续发展这条路上，可以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更深度的绑定，可以为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双赢的共同的一个价值的体现。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一个正循环，来持续的完善和提高信邦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现在动荡的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上，能够取得更大的竞争力和成绩的一个前提保证。兴隆国小是偏乡的一个小学，我们会参与神农计划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关注偏乡孩子们的教育。那加上我们员工志工的投入，我们也看到志工跟孩子们的互动，除了得到师长们的肯定，也实际的反馈在学校人数的成长。那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这样子的执行，除了我们可以跟学校有这样子的互动之外，最珍贵的其实是我们员工的投入，他们可以实地从这样子的参与过程，了解信邦在做的这些社会回馈的活动。
在我们自己跟很多企业合作，以及跟很多企业的这个彼此之间这个往来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信邦电子的 CSR 团队是真的是最积极，而且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团队啊。那更重要的是，在信邦电子里面的 CSR， 它不是只是信邦电子的这个 CSR 团队的责任了。信邦电子试着把 CSR 贯穿到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同仁的这个内心的价值里面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觉得非常感动而且佩服的。信邦电子跟我们合作这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是给我们新农国小很大的支持跟后盾，让我们对双语教育的扎根有一个很棒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就是朝着我们目标持续的迈进。那在这几个活动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去年，他为我们办理一个放暑假画下去的活动，这是信邦电子专属为我们新农国小特制的企划案，只有我们新农国小的小朋友才可以参加。那他们非常用心的把小朋友得奖的作品做成了非常应景的2022年的桌历。那我们老师跟学生都眼睛为之一亮。这个作品让孩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在生活当中，他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此外呢，信邦电子也把这个作品做义卖，那义卖的所得也捐助给我们学校当做校务基金，让我们非常感动。希望有一天呢，CSR 或永续跟我们的获利，它可以不必是2选1，所有面向的所有的命题。那还有我们所有做的这些结果，它都已经成为我们的血液的一部分。嗨，柜台大家好。信邦公司越来越大，每天做一些好的选择啊，这就是我们信邦的日常的生活。谢谢。信邦电子新农国小，感谢您。因为有点长，所以我可能需要看我的小抄。对，这是我写给就是大家一封信。对，就是要做好 ESG， 就其实是需要跨部门合作。就是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所以公司治理是如影随形的东西，大家。3、2、开始。走。嗨，柜台大家好。停到这里是吧？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就可以了。哦。好，给。1、2、3、4、5、6、7、8、9、10。走，要走。好，卡。准备哦。好，3、2、1，走。哎，再回来。准备哦，3、2、1，走。